我们现在也很多人都在关注养生，尤其是中医养生很热，各个电视台都在讲中医养生，但是很多人听到的都是一个局部的东西，不是整体的东西。其实中医养生非常非常丰富，很多的角度和层次上都体现了中医的养生。有的人通过运动养生，有的人通过饮食食物养生，有的人通过养心养神方面的养生，有的人通过修德修道养生。但是其实真正的养生在养什么，大家应该闹明白了。其实在养我们身体的气，养我们身体的生机。然后这种气和生机怎么样形成呢？就是养的是人跟自然的天人合一的和谐度。其实中医讲就是和则神自生。什么叫和则神自生呢？就是你生命处在跟自然的和谐度高的时候，这个神气就出来了，生命的这活跃的指数就出来了。所以中医讲养气、养神、养心。养生的上功呢是养心，心要跟高维能量的事物绑定，这样我们生命才有更高的能量来显现。所以心静、心善、心美，这种东西都是高维次的能量，然后去塑造自己的心理环境，然后我们生命就产生的能量就会增加。中式的养生方法呢，是我们的生命是通过气功吐纳，然后锻炼，让经络通畅，让气血通畅的这种方式养生。所以你看那些练功的人呀，搞一些八段锦、太极拳的人呀，他吃的能量很低，然后吃的食物很少，但是他产生的这种生命的活跃指数非常高，他的身体的柔韧度啊，他的寿命的长度啊，还有他的心境的舒服度、身体的舒服度都会非常优秀。有些很多人的疾病呢是由于性格引起的。你看那些比较固执的人，固执的性格的人就容易发生胆系统的疾病。你看那些不孝敬老人的人就容易头部生成疾病，颈椎发生疾病。有些兄弟关系非常搞得不好的人，四肢就容易生病。这都是大数据统计学然后归纳出来的东西，跟科学体系的思维方法不是一致的，所以很多人呢，认为呢这个角度就是非科学的东西。但是呢，我们在临床中遇到这些很多事情，然后你去归纳的时候，这些事情非常准确。所以我们身体里有很多疾病是这类疾病引起的，这类疾病也比较难治，然后你必须得通过改变他的性格，改变他的伦理价值取向、道德观，然后去重新塑造这个人，然后那个病才有根本的改善。